下面学习服装。新郎服装分为半裙、上衣和服装装饰，新娘分为裙子、上衣、盖头和服装装饰。这里服饰不再需要用十字短针钩织，使用正常短针即可。先来学习新郎半裙，拿出需要的线材，锁针起针。这里是小样，所以针数较少。起针完成后，与第一个锁针引拔成圈，注意锁针辫子不要拧起来。接着立一个锁针，调锁针的里栅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引拔，第一圈完成。之后的第二圈不加不减钩一圈短针，我就不演示了。接着钩第三圈，先换线，原线预留线头断线，拿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在上一圈引拔的位置勾出线圈，这样就接好线了。之后接线的位置都参考这里的演示。继续钩第三圈，3个锁针，这里3个锁针算作一针，代替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一个针目。之后 FV 长针加针和2针长针为一组，重复钩织。长针加针的钩法是在同一针目内钩出2个长针。下面对照表格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3个锁针的最上方锁针辫子上钩一个引拔。第3圈完成之后，继续对照表格钩织。注意3CH 的锁针都是代替长针，对应一个针目的。下面看一下实物，新郎半裙一直到16圈钩法都比较简单，第17圈 FLO 表示在针目的前半针钩织。钩完后断线，在织片反面藏线头即可。这一圈钩完后，第16圈的针目还会剩下后半针。换线后，在第16圈的后半针上开始钩第18圈，并继续往下钩织。之后的第21圈继续在前半针上钩织并断线。第22圈是在第20圈剩余的后半针上钩织，并钩完剩余圈数。钩完后，还要在起针和第2圈位置使用金线引拔一圈。接下来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用到的方法。前半针钩织是直接挑起针目的前半针钩织相应针法。一圈的第一针位置是锁针的起立针时，没有前半针，我们在起立针最上方锁针，调左侧这样锁针的一根线作为前半针。钩一个短针，继续挑针目前半针钩织。看一下，针目后方有剩余的一根线，就是针目的后半针。
藏线头是断线后穿上缝针，将线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收起来。这样不影响正面效果。后面装饰藏线头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。金线引拔的方式是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在需要的位置勾出，尽量是一圈引拔的位置。之后穿入下一针，将线勾出，不要拉紧，继续一针对应一针勾出金线。这样就在表面形成了辫子装饰，继续勾完这一圈。之后拉大线圈，断线，并穿上缝针。穿入最后入针位置，并藏线头，这样金线引拔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新郎上衣，先锁针起针，完成后倒2开始调里衫，钩短针。第一行完成，这一行作为织片的正面，继续钩第2行，一个锁针，翻面，11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一针放3针。这一针的钩法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，短针一针放3针就钩好了。之后继续对照表格钩完这一行，继续钩第3行。这一行先在最后一针位置接线，然后再对照表格钩织。接线的线头可以放到钩针上方，收到织片的反面。继续对照表格钩完这一行，接着钩第4行，3个锁针，翻面，
钩9个长针。5个锁针。K13表示空13针不钩。在下一针位置开始钩13个长针。再钩5个锁针，空13针。10个长针。这样第4行就钩完了。接着钩第5行，第5行先钩2个锁针，注意这里 2CH 表格中标注不算1针，所以翻面后这2个锁针不占1针的位置。K 空1针，在第2针上开始钩8个长针。FA 长针减针，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将线钩出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，长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再钩1针，这里是条锁针辫子的1根线钩织。现在钩好了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依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3个长针。看一下，这个小洞位置就是绣洞，继续对照表格往下钩织。注意后面的 2CH 都不算1针，后面还会遇到长针3针并印针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先钩3个长针未完成针，之后绕线依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印针就钩好了。后面钩完身体部分后，在起针行，也就是第1行入针位置和第2行针目上用金线引拔，之后接线钩织下摆部分。注意这里要抽线钩织，因为需要的线比较长，所以要一股一股抽。钩完下摆后，继续在绣洞上钩出袖子。左右绣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，下面我演示一下接线的位置。先钩左袖，这里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找到身体第4行5个锁针的中间1针，也可以找3个长针的中间1针。接线后钩3个锁针起立，2个长针，侧边长针边上钩3个长针，针目上钩3个长针，4个中长针
5个短针和1个中长针。到了侧边位置，继续挑长针边，钩3个中长针。之后锁针上钩2个长针，引拔成圈，左袖第1圈完成。可以看一下实物，左右袖都是在袖洞钩织，是对称的2个部分，大家对照表格钩织即可。最后还需要抽2股勾出袖口钩边，并在第17圈和第19圈的针目上用金线引拔，最后在领口位置缝上丝带，之后穿到身体上与半裙一起缝合，并制作装饰。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方法，领口线裁，抽1股并穿上缝针，织片背面，藏线头，取出丝带，对齐后与领口缝合。这里丝带预留的长度可以比领口稍微长一些。丝带露出来的部分要宽一些。像这样一针进一针出的平针缝合。缝完后剪断多余的丝带。这样领口的丝带就缝好了，看一下实物。上衣右侧的丝带压在左侧丝带的上方，可以参考实物整理一下，然后缝合固定几针，再拿出半裙，半裙要压在上衣上面。继续将半裙和上衣缝合固定。上衣和半裙缝完后，半裙这样腰带的位置，第1圈针目上要缝上10个小珍珠，注意空出中间上衣第1、2行对置的位置，其余位置均匀缝合。方法比较简单，我就不演示了，这样半裙和上衣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学习新郎装饰部分，拿出中弯带，放到需要的位置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尽量在衣服的侧边缝合，前方预留一小段，拿出下方颜色的线，
抽取其中一股，也就是半裙第一次换线的部分。像这样平针固定。间隔的距离可以稍微大一些。表面只固定一个弯管，缝完1周。我这里是演示用的小样，就直接固定1周了。缝完1周后，修剪多余的中弯带，然后拿热熔胶棒或酒精胶粘贴。粘贴完成后，按压牢固，之后剪断多余的织带，这样中弯带就固定好了。下面我用实物讲解一下裙摆装饰固定的方法。拿出金线，穿上穿珠针，这里金线可以稍微留得长一点。从侧边位置开始缝，从内向外穿出缝针，穿上1颗金珠、1颗大珍珠、1颗金珠，间隔4到5针后穿入，再间隔4到5针穿出，继续穿上3颗珠子。珠子穿法都是2颗金珠夹1颗珍珠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穿完裙摆一边。完成后，如果按照规律，首尾2组珠子间隔较大，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珠子之间间隔的针数。之后整理一下这一圈的线，让裙摆有一个波浪形状，然后打结固定，断线后藏线头，裙摆装饰就制作完成了。下面制作腰间装饰，拿出这样的金属花，看一下背面有固定扣，在下方这4个固定扣上缝上珠子，取出2根缝纫线，穿上穿珠针，穿过1个水滴珠，之后将两端的线对折，继续穿上穿珠针，之后穿上1颗金珠，穿珠针尖端比较锋利，注意安全。1颗红珠，1个金珠，2个米珠，1个蓝珠，1个大珍珠，1个蓝珠。接着分出2股线，继续穿两侧的珠子，继续穿6个米珠，
在中间一个固定扣上穿线打结。之后继续穿一个珍珠，一个蓝珠，4个米珠，一个蓝珠，一个珍珠，在边缘固定扣上打结固定。之后回穿，并剪断多余的线头。另一侧珠子按照同样的方法穿珠。穿完后，取出半圈主体线材，将这个装饰缝到腰带下方一点的位置，缝合牢固即可。我就不演示了，腰间装饰就讲完了。看一下上衣领口背面，还要缝上一个小金属花片，使用领口线材抽其中一股对折，缝合牢固即可。我就不演示了，新郎服装就讲完了。这里我讲一下新郎服装的穿法，先将手臂上举，从上向下套上衣服，之后整理一下就穿好了。下面学习新娘裙子，来看一下表格，前6圈的钩法都对照表格钩完，之后开始圈钩。注意，后面会遇到大括号，大括号和小括号的作用相同，都是一组规律，不要忘记中括号表示在同一针目上钩织，大家对照表格钩完即可。最后还要在起针位置用金线钩一行引拔针。注意，在片钩部分用细针和裙子主体线材缝上暗扣，暗扣分为母扣和子扣，注意有凸起的子扣缝到突出的小片上，母扣缝到对应位置。这样新娘裙子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新娘上衣，钩法和新郎上衣基本相同。注意，新娘上衣的身片部分钩完后，钩边是围绕身片钩出一圈的。钩完后预留长线头断线，这里的长线头要比身片的一周再长一些。然后间隔大约3针的距离穿上一颗金珠，绕圈在钩边的入针位置均匀穿珠。注意，缝到后领位置还需要缝上一颗金片。左右袖同样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袖口最后一圈钩完后，预留长线头，绕圈在袖口一周均匀穿金珠。这样新娘上衣部分就讲完了。接着学习盖头的制作，盖头是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先钩第1圈，环形起针后立3个锁针，
继续在起针上钩3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继续钩4个长针和4个锁针。这样几针为一组，再钩2组。钩不下的时候，可以移动织片，继续往下钩。最后的4个锁针，我们先钩前2个，完成后收紧线圈。接着在起立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立3个锁针，2个锁针，之后在针目上钩1个长针和2个锁针。这2个锁针对应下方2个针目，且这3针我们看作一个格子，再来钩一个格子，也就是1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之后左侧是4个锁针，在上面钩出1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1个长针和2个锁针，之后再钩2个格子。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注意，最后的长针钩完后，钩2个锁针，起立针上钩一个中长针。第2圈完成，之后的第3圈钩法和第2圈大致相同，只是部分锁针换成了长针。第4圈是在第3圈格子上方钩格子，长针上方钩长针。第5圈和第3圈大致相同，只是在连续长针的地方钩出减针。我来演示一下第5圈，先钩一个起立针，2个长针，针目上1个长针，之后钩3个锁针，一个长针4针并1针，先在针目上钩4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完成后绕线依次穿出。这个就是长针4针并1针的钩法，再钩3个锁针。其余位置和第3圈的钩法基本相同，大家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再来看一下，从第4圈开始，每一条边的中间部分钩格子，角的位置是4到5圈，为一组循环，重复钩织。从第5圈开始的单数圈，每增加2圈，一条边增加4个格子。大家也可以参考实物的效果钩织，规律会比较明显。
注意最后一圈和之前的规律有所不同。这一圈在并针钩完后继续钩格子，参考以上规律，对照图解一直钩完需要的圈数。第24圈钩法不同，我来演示一下钩法。第一个锁针起立，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针目位置钩短针，3个锁针，3个锁针的位置钩短针和3个锁针。像这样，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的辫子上钩一个短针，短针之间都间隔3个锁针，按照规律钩到脚的位置。这里4个锁针的辫子上也钩一个短针。接下来对照图解和规律钩完这一圈。钩完后引拔第24圈完成，之后继续钩第25圈，先钩3个锁针，一个长针3针并印针，这里跳过左侧锁针辫子，在左侧的针目、锁针辫子和针目上钩出。接着钩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挑起前方的几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一个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继续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短针针目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。看一下钩完的部分为一组，重复一组的规律钩织。注意脚的位置是钩5个锁针辫子，且长针3针并印针的入针位置是2个锁针辫子和中间一个短针。下面对照图解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上一圈第一针的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第25圈就讲完了。完成后先不断线。看一下实物，预留超过盖头1周长度的线头。穿上穿珠针后，沿着第24圈的位置穿珠。注意一条边的位置是金珠和小珍珠一个隔一个的交替穿珠。脚的位置穿一个金珠和一个珍珠水滴珠，之后再回穿金珠。注意穿线要拉平一些，线要从织片中穿过。穿完后用缝针在织片背面藏线头，这样盖头就讲完了。下面制作新娘的胸花装饰，方法和新郎的腰间装饰基本相同。这里是在两侧固定扣上安装，珠子的具体数量会在图纸中标明。这里讲一下穿珠顺序：中间水滴珠，取2股线穿珠，合并后一直穿到中间最上方蓝珠，之后分2股穿2侧米珠，两侧水滴珠另取1股线穿珠，并和米珠的线合并向上穿珠。穿完后分别固定到两侧固定扣上。装饰做好后，取裙子主体线在裙子正前方靠上位置固定即可。这样新娘服装就讲完了。接着学习新郎装饰，取缝纫线将金珠和大珍珠一个隔一个的穿成发圈，长度要比发髻略大一点点，之后两端打结，线头藏到珠子里。继续做头饰，取头发的线材抽取1股，拿出这样的金片。注意金片有正反之分，在下方小洞内，除了两侧的小洞外，依次
缝上红色水滴珠。完成后，将金片弯折出弧度，放到发髻上，两侧小洞位置与发髻缝合固定。在发髻正面缝上宝石，注意尖头朝下。开始制作的发圈放到发髻上，缝合固定即可。这样新郎配饰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新娘配饰，取缝纫线，按照顺序制作项链。打结后，线头藏到珠子里，两侧耳钉使缝纫线穿过水滴珠后，合并向上穿金珠和小珍珠，之后缝到耳朵上。发片上的两条珠串是先在一头固定线，穿珠到另一头固定，线头藏到珠子里。外侧的珠串参考之前的演示，从下向上穿珠，固定到发片的弯钩上。之后拿出珍珠扮珠和宝石扮珠，用酒精胶粘到发片对应位置。整个发片都做完后，用发髻的线固定下方的固定扣，发片的底端、中间一定要缝合牢固。再看两侧头花，可以在发髻上挑线打结，之后穿一个金花，一个金珠，回穿后再穿另一侧头花。后面的珠花方法参考之前的演示制作，之后缝到发髻中间。最后制作飘带，剪取约60厘米的红丝带带用。拿出马口夹，还有水滴珍珠，用钳子将水滴珍珠的线圈打开，穿到马口夹的上方。扣好，将马口夹放到丝带的一端，用钳子夹紧。这里小样的马口夹比较小，具体根据实际情况。另一侧也像这样制作，飘带就做好了。这样新娘配饰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玩偶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购置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